医生反复强调，人老了，宁可多喝几口酒，都不要随便喝这3样。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已经成为每个家庭最关注的问题。毕竟人都会变老，谁家还能没有老人呢？平时如果经常关注健康类新闻的人会知道，人在上了年纪之后，医生总是建议要远离酒精的。毕竟喝酒对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很伤身体的行为。我们公司的返聘专家老王就是这样一个很听医生话的人。作为技术人才的他，原来最好的就是一口酒。年轻的时候去做项目，招待宴请的时候如果没有酒，老王是会当场变脸的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也慢慢开始出现一些基础性疾病，所以为了以后的健康考虑，老王就将酒给戒了。戒了酒，他迷上了喝茶，每天抱着一个大保温杯，时不时的低头吸几口滚烫的茶水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老王就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口腔溃疡，而且还是反复发作，不容易痊愈的那种。苦恼的老王来到了医院找医生检查。医生在详细询问了他的生活习惯之后，有些感慨的说道，你这样还不如多喝几口酒呢。老王懵了，怎么又让自己喝酒？自己难道是无药可救了吗？见老王没有理解自己的话，医生再次跟老王强调道，人老了之后，宁肯多喝几口酒，有3样东西都不能随便喝。你之所以这样，就是因为随便喝热茶引起的。这下子老王更加的不理解了，怎么喝热茶还不行吗？其实很多医生都倡导，老了之后有3样东西一定是要少喝的，对身体健康特别的不好。友情提示，因为本文字符偏长，文中可能会有广告解锁模式。不过好在平台新出政策中，广告解锁是免费的，大家只需看完即可继续阅读。在此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以及平台。不喝致癌水。世卫组织曾经发表过文章，将一种水命名为致癌水。这种水既不是隔夜水，也不是千滚水，更不是阴阳水，而是我们常喝的开水、水以及一些热饮，在温度高于65摄氏度的时候，会对人的口腔黏膜和食道造成严重的伤害，因此被称为是致癌水。我们中国人都爱喝茶，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喝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。为了能够随时随地快速的喝到茶水，很多人更是花大价钱给自己买了心仪的保温杯。不得不说，现在有些保温杯的质量是真的好，茶水放上整整1天1夜，喝的时候都烫嘴。这种热水冲泡的浓茶更是许多老年人的最爱。但是这样喝水却是很不健康的，不但经常会将嘴给烫伤，而且常喝的话还会引起长时间的口腔溃疡，就跟老王一样。尤其是长期这样喝水是有很高致癌风险的。世卫组织的发表的研究报告明确的指出，经常喝滚烫热饮的人，患口腔癌和食道癌的风险是正常人的好几倍。这主要是因为人嘴里的口腔黏膜和食道中的组织是十分害怕高温的，受到高温伤害就会出现坏死等情况。长时间这样就会导致局部出现补偿性的病变，从而演变成癌症细胞。而且长时间喝滚烫的热水不只是对口腔不好，水温太高的话喝到胃里也是会伤害到胃部健康的。所以喝茶没有毛病，但水一定不能太烫。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，最好是将保温杯里面的水稍微放凉一些再喝，这样才是既解渴又健康的。饮料要少喝。现在市面上的饮料品种多种多样，进入超市，各种的饮料能摆好几货架。很多人都对喝饮料情有独钟，因为饮料不但酸甜可口，而且喝起来十分的方便。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喝饮料的危害是十分大的，因为不管什么样的饮料都是含有大量的糖分和防腐剂的，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其他不健康的成分。长时间喝这些饮料的话，肯定是会导致身体血糖含量升高的。说实话，喝饮料还一点都不解渴。很多饮料因为太甜了，喝多了还让人齁得慌。喝饮料不只是会导致血糖升高，饮料中的防腐剂等添加物还会伤害到心脏、肝脏、肾脏等一些身体的重要器官。经常喝饮料的话，代谢过程中残留的有毒物质还会让身体出现一些神经性疾病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尤其是一些碳酸饮料，对老年人来说更加的不友好。
碳酸饮料中的除了糖分和添加剂之外，还有大量的二氧化碳，这些东西进入到血液中是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。多个医疗机构都曾经发布过文章，详细的阐述了喝饮料对人体的伤害。许多鲜活的例子到现在都还挂在网上。所以为了自身的健康考虑，饮料一定是要尽可能远离的。老年人平时是要多喝水，这样不但可以让血液避免太过粘稠，还能够很好的缓解便秘的情况。所以家里应该常备凉白开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常喝对身体好，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。3. 保健品要少喝。网络上保健品对老人的危害新闻层出不穷。这些贩卖保健品的骗子不但骗走了老人们的钱财，所贩卖的产品很多还会给老年人造成健康的危险。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各类的保健品口服液和保健类酒水，这些东西打着虚假的广告，尽可能的吹捧自己的疗效。对一些追求身体健康的老人来说，广告词确实是十分的具有吸引力的。有些老年人在喝了这些保健品之后，还会觉得有疗效。这很多都是因为花了大价钱，自己心理暗示所导致的。不管保健品所宣传的疗效有多好，能治多少病，其实都是骗人的。因为效果真的这么好，他们早就申请制造成药品给全世界的各大医院供货了。为什么还要放到超市里面当保健品买呢？保健品基本上都是勾兑而来的，为了口味的独特，甚至还会加入一些糖分和色素等物质，这样造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健康呢？再说保健酒，确实喝下去会让人胃里面暖烘烘的，但这更多是因为酒精的原因，跟其中的药效关系不大。中医药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科，君臣配伍，相生相克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。很多保健酒的配方里面恨不得将所有的贵重补品添加进去，殊不知有一个词叫补过头。这些人参、鹿茸、海马等等的补品，真要是全部都放到一起，治不治病先不说，补过头是肯定的。所有老祖宗传下来补身体的方子，里面并不全是补药，是由多种药物共同作用才能够达到药效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迷恋什么药酒的功效，那都是智商税。不妨到专业的老中医那里去问问。许多的药酒其实是外用的，真正内服的药酒，炮制是非常严苛的。4. 什么要多喝？前面我们说了，老年人是要多喝水的，所以除了上述的3种东西一定要少喝之外，还有些东西是要多喝的。1. 凉开水要多喝。水是生命之源，多喝水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。人体每天必须要保证足够的饮水，才能够维持生命所需。所以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家里最好是常备有凉开水。虽然现在很多家庭都有饮水机，但对于老人来说，使用饮水机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。最好是找一些茶壶之类的，给老人们将凉开水都备好，这样既省事又安全。谨记千万不要直接将开水放到冰箱里面去降温，这样一来对冰箱的损害比较大。再一个，冰箱里面是有很多细菌的，容易让细菌感染水的卫生。2. 粥类要多喝。老年人由于肠胃功能的减弱，对食物的消化是要差很多的，所以日常为了老人们能更好的吸收食物，可以将食物做成粥类，这样不但利于营养的吸收，而且对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特别有好处。煮粥的时候可以适量的放入含有优质蛋白的食物，这样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是做好的。3. 红酒每天可喝一点。红酒也就是葡萄酒，其实每天喝1小杯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研究发现，经常喝红酒的人是比较不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，而且晚上临睡前小酌1杯红酒还特别有利于睡眠，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。当然酒一定不能贪杯，就算是红酒，如果过量的饮用，大量的酒精进入身体一样是对健康不利的。